今天我们来应用一下肩胸部形态结构这些标记点。那么首先呢，咱们看到一张图，首先咱们一上来就能看得到它的颈窝在什么位置，颈窝在这个位置，大概是一个倒着的三角形。颈窝的左右两侧呢，就是咱们很轻松就能够搞定的这个胸锁乳突肌。好，肩窝的左右两侧呢，骨骼标记，咱们看一下，两侧的锁骨，锁骨接着的这个位置是肩峰，也是肩胛骨的一个部分。颈窝正对着的地方是胸骨，胸骨下面呢是胸窝。其实胸腔的这个位置啊，咱们在这个时候呢，它并不是说一定要找得出来，咱们就看到胸腔和外形特别靠近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这个位置咱们是大概是可以确定的，它在哪里呢？它在靠近皮肤表面向下一点点的位置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咱们能够看到一些肋骨的痕迹，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呢大概可以找得到。其实这个地方多一点少一点，那这个地方多一点少一点，它就没有太大的关系。那咱们在身体上的基本的标记点都已经能够找到了，下面呢，咱们再找一下肌肉的部分。这个胸锁乳突肌刚才已经画了。肌肉对于骨骼的附着呢，它是一个，有的时候是个线，有的时候是一个小面啊，在这个位置骨头是露出来的，它不是说把整个骨头都覆盖掉的，所以呢，咱们只在骨骼的上边去画它所附着的这一块的肌肉，然后在骨骼的下边，它再附着着另一块肌肉，这是骨骼和肌肉之间的一个关系。有时候咱们能看到皮肤表面就能看到骨骼，也就是因为骨骼它是挨着这个皮肤的，不是说整个都被肌肉所包裹的。咱们再去理解这个结构的时候呢，我大概用了一个比较理想化的、比较简单的一个造型。咱们再去用到真人的时候呢，就要把这个结构契合到真人的形态上面，没有一成不变的形。像它这个位置呢，还是有一些脂肪堆在这里的，所以说它影响了一个胸肌的一个造型。有的时候咱们看到啊，在锁骨的下边有一些肋骨造型，就是胸肌比较薄，没有把骨骼完全覆盖掉。这个位置呢，它会容易形成一个倒着的五边形，或者说这个倒着像一个小房子一个形状的骨头露出来。因为上胸的肌肉呢，它不是特别的好练，咱们平时的动作呢用不到这一块，很少用到这一块肌肉，所以说这块肌肉呢它就比较懒惰，它就没有长起来。那像专业的健身和健美的人呢，这块肌肉它每一块肌肉它都会去充分练，所以说它的肌肉会比较明显，每一块都比较明显。但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画到的人或者所看到的人，他并不全都是这个健过身的或练过肌肉的，那么每一块肌肉的造型它就会有一些区别，它就会不一样这是一个变量，这也要有这方面的理解，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帮助咱们去理解形形色色的人的一个变化。因为咱们在画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种形象角色，不是说所有人的肌肉都长得一个样子。你看这个远处的这个手臂它是往起抬的，胳膊抬起来了之后，这个锁骨呢它就往后转，锁骨往后转，也就带着肩膀、肩三头肌往后转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咱们能够看到的肩三角肌很小，大概就这个大小。手臂部分呢，咱们就直接简化成这个圆柱就可以了。下面我们把这人的图片呢隐藏掉，来看一下咱们所看到的这个结构。咱们在画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时候，并不是说它运用的并不是说你把每一块肌肉画清楚了，把每一块的肌肉都给强调出来才算对，理解这个结构才是最关键的，理解它造型本身，这个才是最有利于咱们去理解和绘画的。